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赚钱的脑袋了。如果大部分的人去贷款，然后去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可以赚钱，我可以说不要说10个，可能9个不行，我觉得是100个，可能99个不行。因为普通人的那种心态其实是很侥幸的，就是我有点我100%确定这个东西会赚钱，我才会投。我很多时候我会说，你不要用自己的脑袋去创业我觉得这个产品好，我觉得那个服务好，因为你自己的脑袋有现在的成绩。如果你想要不一样的成绩的话，你要用别人的脑袋。你首先要找到一个导师也好，老师也好。我知道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并没有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外面现在太多假导师。我要怎么分辨这个老师是他可以真的教到我东西？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你想知道我 YouTube 赚多少钱，我打开给你看；你要知道我的网络行销说赚多少钱，我打开给你看。每天进来的钱你可以看到。那好，你要学吗？我问你们了，如果你现在手上有1000万，那你会把它拿去买房子？你有房贷，你现在有房贷。然后你会把它拿去还掉所有的房贷？不会。还是你会把它拿去再去做投资？不会，我不会去还房贷，我一定会做投资啊。那你会不会有一小部分可能是还一点房贷，然后还是说全部都拿去做投资？不会，为什么要还房贷？因为不是有些人说我们不要欠人家钱啊，有欠人家钱赶快还啊。很多的观念不是都这样？这都是没有钱的人。可是房贷的利息很低啊。我也觉得。对啊，我就每个月就如期缴比较好，就像在缴房租一样。那至少我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做其他的运用，不是很好吗？可是有一些人他心里会想说，那我就是他会一直觉得我那边有一笔钱还没有还，我想要把他可能觉得还完他会心里比较轻松，没有负担。其实这个可能看每一个人在旅程，他自己的旅程的哪一个部分。我觉得如果他是没有钱，如果他现在没有什么钱的话，他应该借用贷款这个东西。然后贷款其实他能贷款越多越好。如果他的贷款是为了做生意或者为了赚钱，而不是说买什么爱马仕包包啊什么之类的买一台车子。对，所以我觉得但是当你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时候，你可以再去考虑说哪一些东西你想说现金把它买下，或者哪一个部分要去贷款什么的。因为到那个你越没有钱，你越要运用那个叫什么杠杆原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钱去赚钱嘛，现在，所以你要去贷款去赚钱。等你变得非常非常有钱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就好像我们那几辆车，直接全部买现金买掉。对，那这个是最聪明的运用金钱的做法吗？不是，因为其实我随便拿蓝宝的那个钱，如果我去买以太币吧，其实也可以翻几倍这样子。但是车你永远不会的嘛，所以为什么你不会去贷款，然后这边翻钱，然后那边用呢？所以，但是可能我跟有一些人的阶段可能不一样。那我可以去选择，因为对我同时买那个东西，但是我同时我还是投资在以太币，所以我有这个钱去运用平衡。对，所以会有不一样，对。所以你觉得一个普通人他到真的要现金买掉，可能一个像你说的买一台车还是买一栋房，他大概他的财产大概要到多少，你觉得才有办法去做这种事情？这个没有一个规定，我觉得这个是看个人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本身所谓的贷款最大的是关于我们现在做科技的一些投资，就是运用一些投资者的钱，对，还有我们还会有更多人去投资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 project， 但是不代表说你赚了多少钱，然后是可以开始现金买东西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要大概这样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
100万美金没有，或者1000万美金，100到1000万美金这样子，其实他们都应该运用在外面运用钱去赚钱。那你几岁开始跟银行就是借钱，然后来投资自己的生意还是什么的？你几岁开始做这件事？我很幸运，因为我爸爸一直做生意，所以他一直会贷款，然后去开餐厅。所以我第一家餐厅那个时候20岁，19、20岁的时候，我已经拿了一个很大的贷款。其实那个时候，我可以这样说，我现在听到有一些人他们说啊，我的那个现在欠几万块或者什么，或者哇怎么办？然后欠几万块啊？就他们说这种，我会觉得哇，你已经30、50岁了，你才欠那么多，然后你还觉得应付不过来，怎么回事？因为我对这个概念不一样，因为20岁的时候马上贷款是那个时候是50万美金去开第一家餐厅，所以我20岁已经欠50万了，所以人家说那种，我会觉得你这什么？你怕就是怕，为什么会害怕啊？但是可能他没有那个认知。对啊，因为现在很多台湾的人其实没有这个认知，因为像我就是传统的家庭长大的，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非常的就是劳力制的，对，很保守劳力制的，他就觉得你贷款就是负债，就是欠钱，不管是房贷或车贷，所以我们家的房子或车子全部都是一次买清的，所以在我以前的教育观念下，贷款就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事情，现在已经改了，只是那时候我一直被加深印象，所以我以前在找对象的时候，听到贷款，我就全部都逃之夭夭。他说我有车有房，但是都有车贷房贷，然后你就跑了。我就撒由那拉，那是以前的观念啦。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没有说完全不对，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人这样子，你说你会跑，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没有说不好，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的还款能力。对，还有很多人他们贷款投资的项目或者有些完全没有投资，就我们可以这样说，不是说贷款就会变得很有钱。我觉得很多人贷款，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运用那个钱，所以其实他们在那里挖坑。就很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想法也没有说不对，就是讲那种老鼠回圈。如果就像如果有人现在我遇到一个人，然后他跟我说我很多贷款，其实我现在我到目前的反应跟你的一样啊，因为普通人贷款跟有钱人贷款的那个概念又不一样。对啊，那我也希望觉得，或许你可不可以就是教导一些人，就是他们可以如何正确的贷款，他的方向应该要怎么去做？因为很多人就会就是被蒙蔽了，就觉得我反正我就是做车贷，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他不会真的去好好的运用金钱。你觉得这个跟家庭教育那种就是他小时候被培养的那种观念比较大的关系？这个是一部分，但是你投资什么或者你做什么生意，这个也很主要。就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开很多课程把它讲完，因为那一集开始讲不完。那你们有课吗？因为没有，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赚钱的脑袋了，所以他如果大部分的人去贷款，然后去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可以赚钱，我可以说可能不要说10个，可能9个不行，我觉得是100个可能99个不行，就因为普通人的那种心态其实是很侥幸的，就是我有点我100%确定这个东西会赚钱，我才会投。我遇过这样的人。我很多时候我会说，不要用自己的脑袋，你不要用自己的脑袋去创业，不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我觉得这个产品好，或者那个服务好，不要用自己的脑袋，因为你自己的脑袋有你现在的成绩。如果你想要不一样的成绩的话，你要用别人的脑袋。那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
你首先要找到一个导师也好，老师也好，你知道他是有你现在没有的那个东西，然后你要去挖，去找 OK， 你到底用什么方式？然后我可不可以完全模仿你每一个步骤模仿你？如果我这样做好，那我就有我才会说我去贷款，然后跟你做一样的，因为你那里有证据啊，你做成功了。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之前做过投资嘛，然后我现在也做自媒体，所以我发现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可能他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他也是出来说我是老师。那如果说你说我不要用自己的脑袋，我要去跟人家学习的话，我要怎么分辨这个老师是他可以真的教到我东西？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看，他不可能给你看。然后那个，因为很多东西他可以是跟人家借的，很多然后那个是这样资金的来源给我看，说他从哪里进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带任何财富课程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我的账号打开，然后人家说：“哎，你看过一个会秀的人。”人家说：“哎，你在炫富吗？”不是，因为我想大家知道哦，外面现在好多都是导师，好多 YouTuber 都变成专业，你知道，所有 YouTuber 都变成专业，有一点流量全部变专业，就是这样子。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因为我在自媒体世界，我知道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并没有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觉得他们那么多流量，那么有名，肯定很有钱，都是那样认为的。所以为什么我每次我带课程，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好，你想知道我 YouTube 赚多少钱，那打开给你看。好，你要知道我网络行销所有赚多少钱，我打开给你看，每天进来的钱你可以看到。那好，你要学吗？所以我每次我开课都是这样开始，因为我觉得外面现在太多假导师，真的看过好几个。应该说因为我以前做直销嘛，然后就是你要自己形象包装，我们就是把那个比如说把那个1000万现金就放在桌上，然后就一起拍照。就是让人家有那种我很有钱，然后你要跟着我。你有跟我分享过你们之前的包装，我真的有这种，然后就是我们的车子都很浮夸。有啊，你不记得上一次台湾那几个朋友过来的时候，他们也聊到说会做包装这一块吗？对，所以我才说普通人如果他没办法去分析，他怎么知道这个老师都是包装出来的，还是他是像你真的有实力？他们要怎么？他这样好难分辨哦。对啊，我觉得普通人最难的就是卡在这里。我要找老师，可是我怎么知道谁是真的，谁是所以我说包的？给我看你的银行账号，然后第二给我看那个过账哪里每天有吗？给我看。我跟你说，大部分的人不敢给看，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对，有的话就敢给我们看。对耶。因为有什么不敢给你看的？你又不是我很多时候我给别人看，我都是说你们可以答应不要拍照，因为这个是自己的私人东西，对不对？你把我发出去，但是在于你不发出去的情况下，好，我就给你看，这就是证据嘛。我看到，那好，我相信，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个人值得投资在那个人的身上，因为我知道我学到那一套肯定是管用的，对不对？那你以前因为你也说你上了很多课程，你那时候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导师做跟你一样的事情，所以你才也开始就是我开给你们看。我是20来岁到现在一直都是找导师，我做所有东西我都是找导师。对啊，我说是因为导师他们有给你看账本吗？对啊，所以你也才这样做这个决定吗？有一个我记得叫我 YouTube 的那个有，对，有一些有当讲师的也有，对他们也有给我看，对，对，所以我就知道真的是这个人真的可以。所以我觉得，即使之后如果真的贷款了，不要去觉得说，哎呀，别人不敢给我看了，不好意思问了。真的，你既然贷款了，你就好意思去问。我会问，因为我准备给你钱了。对啊，我准备给你钱，上你的课也好，或者跟你学习也好。对。那你要给我看到这个是真的，对不对？对，
对，这是而且你去投资生意的时候，这一个也是绝对要去看的，因为我记得之前你要看账啊，一定要看。对，我们之前在投资一个项目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然后那个董事长会直接给我们看，这是我们的营收几亿几千万，就给我们看说，你才有办法放心去投资，然后跟厂商他们的交谈所有记录全部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即使以后你们去做贷款投资或是学习，真的不要去害羞去要这些东西，这个是好重要的一个步骤。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敢，应该他是觉得不敢不可以，所以才没有去问。他不好意思问，对，没有不好意思。但是我知道别人不好意思问，所以别人不好意思问的情况下，我直接打开给他们看。你把他的那个 OS 先把它讲出来，诚信第一，不许怀疑。那你觉得那些很急着要还给银行钱的人，是不是他们很害怕自己未来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把它处理好，或是他觉得他可能害怕他未来不会成功，或是害怕他未来可能会更那个？你知道，他们也是有这种想法。对，会有这个想法。这个要把它删除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想法，我们要这个把它删除掉。对，因为我们不能害怕借用钱去赚钱这个东西，但是所有东西都有技巧，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听我们博客，如果我们现在是大众化的讲这个话题，不代表说你听完这个博客大家就知道每个步骤怎么去赚钱，因为每个人的那个阶段不一样。对，就好像机会不一样。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去贷款，你会做一些个人的贷款，你可能会去开一个公司，好，你尽量会去拿公司贷款，但是你公司没有任何的条件，你条件不符合，你没有办法去贷款。对，所以你是做个人的，但是你到后面，当你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你有很多公司的时候，我不建议你用个人去贷款，因为你个人你就牵涉到所有东西了。那如果你每一个都是有限公司的话，那你有限公司去贷款那不一样。那当然你先要有那个叫什么一个信用，对，信用，对不对？你先要把信用做好。但是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每一个阶段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我有没有任何的害怕恐惧或者做贷款这个东西不一样，因为我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我会用有限公司去贷款所以你有最大的问题也不会来找到我这个东西，这个问题不会牵涉到个人的东西。对，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办法，因为你没有那个信用所以你肯定刚开始的时候你要赌一把，但是你那个赌一把，你去搏这个东西，你有没有风险？所有投资有风险。我刚刚说找导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尽量把风险降越低越好。对。那我想问，要怎么样去做这个风险控制管理？什么意思？要怎么去真的把它降低？把这个降低，维护这个风险？就是用一套完全管用的一套去做啊。我完全模仿那一套，那我已经把风险降低了，不是吗？你说找到那个老师，然后我先确认这个老师 OK， 然后我也确认他的方法 OK， 我就用他的方法，不用自己的脑袋，就用这一套。对。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找到一个已经有你想要结果的那个人啊。那个就是一个风险管理 ，OK？ 对，或者你可以找好多老婆，然后把那个贷款绑到他们的名字上，对，你有11个老婆，你有11个贷款，很多台湾有一些渣男真的是这样跑了，没有，如果还不起就离婚。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听到这一点，觉得我很爱你，我想买一台车给你，让车子写在你名下，真的有一些男生会这样。我有听说对，然后不过我觉得有男生这样，我觉得如果有男生有这样子，其实那一些男生也很聪明啊，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女生不会认为不会然后那些女生有时候意识力比较低，就会觉得哇，她很爱我，她把车子房子都在我名下，她没跑的时候都是好的啦，有帮你缴钱的都是好，她跑了你就完了。哇，真的是哇。那你们觉得你们人生当中有没有做过哪一个贷款投资，让你去做了一个你贷款之后你去做了什么决定，然后让你觉得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一次超值得的？你们有没有这样过的一个经验？做股票融资。可是为什么你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没有啊，因为我认识的这样做，他说你就是要这么做，因为他是巨人，所以我就跟着巨人做，那的确是有赚到。但是他就是你就是做了他刚刚讲的策略，对，跟着对的人，跟着对的人走就会对。那 Master 你自己有没有做过哪一笔就是贷款投资，然后你去做在什么你哪一个生意上还是什么上，然后让你觉得超级值得的？那每一个都值得啊。可是你不是也有被骗过吗？那也值得吗？骗过是贷款吗？骗过没有贷款？那没有贷款，真的所以还是要贷款。你被骗的钱都不是贷款的？没有啊，没有被骗过贷款。有没有试过贷款然后亏钱？以前做餐饮业的时候有试过亏钱，那亏钱就把公司关掉，然后慢慢还咯。以前有几个贷款就可能还了几年这样子，对，就是说公司关掉之后还要我还几年，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是不好。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每一个，我先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贷款，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让我学会说我贷款，然后做生意，然后可以赚到钱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25、26岁的时候贷款做钢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突然间从6位数到8位数美金，就马上就在短短几个月，就因为贷款然后去做钢铁维修。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那有的时候你贷款然后亏本那怎么办？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但是那种感觉是很不爽。你有，因为你拿一个很大的贷款，我那个时候我开了一家餐厅，然后餐厅倒闭了，倒闭之后我那个贷款还有4、5年的一个要给钱，但是现在我突然间每个月没有钱进来，从那个没有钱进来，所以我要用其他把它补过来去补，所以我其他赚到的钱全部来补这个贷款，然后我补这个贷款，但是我这个贷款本身已经 fail 掉了，就是那个项目已经没有存在，所以我把它给完，我不给完，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其实我有一个选择说我要不要宣布破产。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想宣布破产，我就不用给这个贷款，我就给的很不爽，因为我给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一个他不会给我赚到钱的东西。所以我有考虑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发现因为那个时候他把我的那个压力，他增加我的压力，因为我现在我做其他的餐馆，其他的餐厅那么辛苦，每天那么辛苦，就是用来补这一个坑。对。然后他让我发现说，我现在赚的钱是不够，对，我才会往外找。我们这样说吧，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事情发生，我根本不会往外找，因为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舒适圈，就是我感觉好像，我感觉好像每个月都有钱进来，我有2、3家餐厅，赚就不算赚很多，但是还 OK。那我也不用想其他东西啊，那我就继续慢慢的多开一家，再多开一家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么拼命，每个月赚的钱不少，但是那个钱全部要填一个洞，然后还填不满，然后我会觉得太浪费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是让我想说餐饮业不够，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如何做比这个东西更大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进入开始做连锁，我就说 OK， 我要做一个连锁品牌，然后卖连锁。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那个时候我会找到一个突破，就是哇，卖连锁可以卖50几家这样子，我没有想过。但是我们要想，如果当时没有贷款，然后没有这个倒闭，没有这个东西，你也不会有52家。所以为什么那一句我们说 every challenge i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突破的一个机会。对。现在我这样回想，我才会连接到说，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要看哦，像我们黄仁勋好了，或是 Meta 的董事长好了，对，我敢说还有特斯拉，他们都是有经过贷款这个阶段，甚至我看过他们的故事，就是好几个他们也经过创立公司失败，然后倒闭，再来一次。所以其实就像你的过程一样，就是你在失败经历这个公司倒闭或是店倒闭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要从中抓到点。然后学习，然后更上一层楼，这才是重点，而不是我失败了，我就觉得人生完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很好去模仿的一个地方。所以你那时候本来想说要不要宣布破产，这个想法有让你持续停留很久吗？有6、7个月，我有考虑过，因为我不知道在台湾破产是什么个概念呢？但是其实英国破产，也没有说很糟糕，信用会变得很差，对，然后会维持好可能5到10年这样子，对，差不多都对。是。但是有很多人哦，有很多在英国的人，他们会开一个有限公司，然后他们会去贷款，然后贷款他们的钱慢慢就不知道倒到哪里去，然后他们就去宣布破产，就是为了骗这个政府的钱，所以因为有很多人这样子做，那个时候我在想的时候，我又不是我没有去恶意去这样骗钱，但是我认识几个人都是这样子去做的，好像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东西，然后他们那个破产之后还把东西放到他老婆的名字上，然后还是每天可以开奔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去衡量说，如果真的去宣布破产的话，到底会有多糟糕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不提倡做这样的行为。没有，当然不会，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当时我给大家分享，是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那有没有想过，那如果他把那些房子啊、钱啊、车子啊，全部都过户到老婆名下，那如果老婆跑了怎么办？这也是另外一种风险啊。其实风险管理真的还是要做好。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英国少很多这样的东西。对，为什么？什么意思？我不懂。英国人不会跑。哦，英国人不会跑？英国人跟华人是完全不一样。英国人没有这个，英国人真的很多是讲究感情，讲究我不是说台湾人不那样子，但是我发现台湾人比较注重钱这个东西，然后去争吵这个东西的，我觉得会比较那个。英国人、美国人他们不会因为钱吵架吗？不是说不会，会啊，美国会啊。我不是说不会，我也不是说美国不会，但是怎么说呢？比例比较少。对，可以这样说，少一点。我觉得在亚洲，我觉得所有东西比较现实。哦，真的。然后我觉得在，我不知道。亚洲人很现实。对，我觉得外国其实对没有那么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发现，如果说我们不说每一个人呢，当然，但是像英国人是比较守规矩了，他们很守规矩，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不能这样子做。是因为跟国家法律严格的关系有关系吗？不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害怕事情，他们就是比较恐惧的人。我觉得骨子里本来就比较恐惧很多，所以他就会比较守规矩。如果你看英国，连开车什么你都会看到，go
然后你坐在那里，你要叫他 No you go， 就像日本人一样。No you go， 然后 you go， 然后没有人 go， 他们就两个在那个，然后没有人走。大家不过。你们时间太多吗？还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去英国，你看他们那个，如果你在银行那个提款机，你会看到这个可能这边排队，左边排队，然后右边没有人排队，然后你会觉得，但是没有然后有新人他们还去排队，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你一直在排队呢？那边没有人。英国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刚刚说那些什么开一个公司有限公司然后贷款然后怎么样那种然后怎么做这种，其实在英国大部分英国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是要不就是华人要不就是印度人。真的只是你身边刚好都是华人。对啊，所以我为什么我看到很多所以我为什么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会洗白了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哎为什么英国那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去改那种政策啊什么之类的，或者系统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英国人本身不会去，没有很多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外国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英国的外国人，对，这些华人很多聪明的小脑袋。对，小聪明很多。所以你刚刚说会不会说用老婆的名字然后老婆跑掉？其实。本地的英国人不会，但是去那边的华人会。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或者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是因为环境的东西。对。但是你刚刚说那句，我刚听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对，有这样的东西。因为你说这个叫比较笨还是比较单纯，我不懂。但是我们的环境不一样。对啊，因为我就听到啦，我最近我朋友才跟我分享，他就是把房子过到老婆名下，后来离婚了之后，老婆就把他赶出去，他房子就没了。这种事情在肯亚就我觉得对也会发生。妹就这种事情，我们也买过地，然后人家就骗了我们那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正常，但是。对，哇真的都是学习，不管怎样都是要做风控的。不管你在感情里面做事业里面都是一样，对，投资里面都是一样的。对，我觉得最后有一个，我很多时候我会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做对，我的投资或者我的管理或者我的方式，我不会说我的。这个是对的，或者他的那个是错的，或者他是对的，或者我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就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就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know thyself， 我们要认识自己。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个人环境不一样。对，因为我认识自己，我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赚钱、丰盛、投资也好，你要认识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有创意、比较顺流的一个人。对。所以其实我管理钱是很不行的。我本身对我可以去学这个东西，对我有学到一套，但是我自己去管理我很难去管理的，因为我是一个情绪带动，然后好，我们大家去这个吧，啪，拿钱出去的那种人啊。我们都是双鱼座，我也是这样的人是，但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是这样子的人，那人家说，那你为什么可以越来越有钱？那你怎么去管理你的钱啊？关键是我管理钱的方式就是找别人去帮我管理钱。我自己管理那些钱都没有了。是这样子，我自己知道，因为我就是我每个月我会有工资，我们有 CFO 会管理那个，对，然后你会说，那你就完全相信这一个人？不是，因为我有几个地方，就几个项目，对，有不一样的人去管理这个东西，但是永远都是别人去管理。然后你会不会有被骗过？会。但是我已经接受这个东西，因为为什么我接受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好被骗的人，我很容易骗的人，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古惑仔的那种有情有义，就是好耶，大家 go 没事没问题，就是这种，所以很好被骗。但是
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东西，但是我有几个地方都有钱的那个来源，然后他们在。但是你们大家听到这里，不要过来骗他哦，好吗？因为他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护花使者守护着他不被骗。骗他，你知道这里骗一点，那里骗一点，他永远都会有的。但是，对，有很多人在保护，对，在保护着他。那你觉得你现在还会很好骗吗？那我最近就去年去年还有2年前都有被骗了啊，对，也都是关于金钱的。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完全是因为我很多时候做生意啊，不用合约，没事就好，对啊，没事，先放你的账号，然后以后再说吧。这样，我就是难怪 CEO 那么严格。对，所以为什么我非常感恩有这个 CEO 他1分钱都不会让他不小心露出来的那种，露出来再把它收回去。他的合约都是请律师看过再看过再看过的那一种。对，他会看很多。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跟 CEO 的一个相处，因为我本身我知道，我自然反应会觉得这样的人很烦。就如果我香港有一个合作，然后突然间我说好，我们合作吧，然后CEO 会说好，是个什么合作，让我跟他开个会，然后他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到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个，我们要求到香港那边说，至于吗？真的需要这样吗？为什么那么麻烦？什么什么？我说哎，你就那个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说，但是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完全是相反。然后结果就是说，人家会私底下的跟我说，哎，要不这样吧，因为CEO真的把这个钱，你慢慢跟他讨论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不可以先把钱，然后把一点钱汇给我，然后至少我周转，我可以去，然后我有点同情，因为我就是这样子，我有点同情，我就说那怎么办？我就说好，我先过给你吧，然后我再跟 CEO 说，然后结果呢，过给他，然后就被骗了。对啊，还是乖乖听 CEO 的话吧。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1次2次3次4，我就心软，我就会这样子做，然后有那个，然后我在这个可能是在金钱方面对，我在这个人生里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心软，然后钱守不住的一个东西。每次都是，我跟你说，直到今天我还再来一个提醒，就是说，好，还是交给 CEO， 我其他我就自己我不能，我的银行账号不能给别人。那如果真的很急，比如说你们这个就是真的想要赶快，可是 CEO 那边就是给我好多流程，因为最上一次才是去年的事情而已，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承诺，对，就是说我交给 CEO， 无论我最多讨厌或者都没有耐性或者觉得很烦，然后什么，我还是给他，我不会有任何人跟我谈钱的东西，你们跟他讲，我会这样子。对，现在绝对要过 CEO 这关了，听到了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理解了，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一段了。我们本来都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对。OK， 好奇怪，宇宙给我这个教训，给了好多次，太多次。那会不会其实你跟 CEO 你们两个之间也需要一个平衡？就是他这样子，就是有点，也会不会也太多了？没有，他可以多了，因为我跟你你知道，我们不是说闭上眼睛谁都去相信，然后这个当 COO 或者这个当 CFO， 但是我跟你说。CEO 跟我们6年7年，可能六年吧，这6年是我个人最有钱的6年，就我这一辈子最有钱的6年。如果我没有看到有一个成绩的东西，我不会说对，一直相信一个东西，但是它是有一个理由的，对不对？那你偷偷先心软给钱之后，然后你被骗了，你会跟 CEO诚实跟他讲，他知道啊，因为我每次被骗，他要去做，对啊，做那些法律的东西，他要去处理啊。然后他就会说你私底下给了什么钱？你为什么给这个钱？你不告诉我？然后就对，那个时候对。
所以其实 CEO 是一个对的 partner， 所以真的就是运用钱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不只要就是对的导师，我们还要有一个对的伙伴，这是好重要。对，但是你要知道，这整套现在是在我的脑海里。我是说我自己不会让自己去管钱，但是我懂这个系统要怎么样这个系统我自己也要守规矩。对。对了，你不是在那个11号有一个那个你的那个分享会，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赚钱是不是？对，那个是3个小时的，对不对？对，我们会有一个3个小时的培训关于金钱，还有关于网络行销，影响力，增加自己的收入。如果你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我们底下可以放一个连接它只需要好像40几块美金，47块美金就可以参加那一天的3个小时的一个培训会由我来教那一天。所以希望如果你们真的希望可以在财富那一方面突破的话，来上课吧。然后我们故意把它放到47块平常我们的课程都好几千块几万块美金以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能量交换，然后一个平台费，因为当然你们上课我们有其他的费用也要处理的所以算是一个免费的给大家了对，所以建议你们在底下有一个连结，你们可以点进去。今天我们应该说到这里吧，应该有学到非常多东西了，很充实。谢谢 Master， 谢谢代言，谢谢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在底下留言，然后订阅，拜拜，下次见。